在5月24日的新闻周刊栏目中出现了一则简报，震动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神经。里面提到，华为在最新的个人 PC 中首次搭载了5纳米工艺的麒麟 S90 芯片。与此同时自今年4月份，美国再次升级了对华 AI 芯片出口的禁令，英伟达 H20 芯片被迫全面断供。目前据统计，光2025年中国 AI 芯片的刚需缺口预计是在200万片以上。一方面，我们对于高端国产 AI 算力卡的需求是急迫的，既需要快速占领市场，更需要尽快打造自主生态。AI 赛道的竞争是全产业链能力的竞争，更是面向未来的竞争，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呢，由于工艺、功力、良率、产能，以及与台积电等海外代工厂的合作备线等等一些综合的因素导致我们一些国产 AI 芯片项目也出现了多次的延期。毫无疑问攻克5纳米变得是越来越关键，其战略重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我看了一下网络上的文章，很少有人真正说清楚这件事情的。那么5纳米芯片为何这么重要呢？为什么5纳米工艺被称之为性能、功耗与成本之间的黄金节点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科普一下这个相当重要的话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晶圆制造是一个高度资本密集加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了这50多年来，一直有少数几家国际巨头所主导。其实在2015年前，英特尔凭借其在 CPU 架构设计和先进制造工艺上的垂直整合优势，长期占据着高性能计算市场的统治地位。作为摩尔定律的坚定践行者，英特尔不仅在先进制造工艺上持续领先，更是分费技术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制定者。然而，事情真正转折点发生在2019年的第二季度，彼时台积电宣布其5纳米制程进入风险市场阶段。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一节点最终会改变整个全球半导体竞争的格局。随后，在2020年年中，台积电 N5 工艺正式大规模量产，犹如一枚核弹，全球猛然发现，在这场最先进工艺的竞争中，台积电已然宣告了其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了。5纳米台积电 N5 工艺应该说就是台积电在芯片制造领域最终一骑绝尘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相较于其上代 N7 工艺， N5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性能飞跃，不仅晶体管密度提升了大概 1.8 倍，并且在相同性能下功耗降低了 30%， 包括后续的 N5P 和 N4P 作为 N5 的增强版本，进一步提升了性能和功耗表现。这对于当时处于爆发式增长的智能手机和数据中心业务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引领作用。包括后来英伟达推出的 H100 GPU， 得益于台积电5纳米工艺带来了高晶体管密度和低功耗特性，以及成熟的工艺和大规模量产的能力，使得大语言模型、超大规模计算中心最终能够处理更大的数据集，以及更快速的进行推理和训练。这才有了后来 ChatGPT 4o、DeepSeek R3、Gemini 3.5 等更大参数模型的迭代和爆发。在这短短5年间，应该说N5 以及其衍生的5纳米工艺不仅奠定了台积电技术霸主的地位，更是成为了人工智能爆发、地缘科技较量的核心焦点在这里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可以看出在5纳米节点，全球主要晶圆厂的晶体管密度大致是趋同的。台积电初代 N5 的晶体管密度大约是在135到150左右，英特尔式的 HP 库密度大概是在160左右，三星初代的 5LPE 大约是在125，包括三星在2022年年中宣布量产的第一代3纳米 GAA， 其晶体管密度大致也只有150左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后来三星为高通代工的骁龙888 5纳米芯片，三星5纳米的良率后来被披露一度低于 35%， 而同期台积电5纳米的良率已经稳定在 70% 以上了。目前经过三星这几年不断的工艺改进，良率虽然已经提升到了接近 60% 到 70%， 但仍然与台积电 N5 平均 80%， 峰值超过 90% 加的良率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英特尔的情况则更加复杂，英特尔式工艺虽然在实验室环境下实现了接近台积电 N5 至 N3 之间的水平，然而英特尔的成本控制方面的问题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我之前和大家大致算过，目前英特尔生产5纳米芯片的成本大概是目前台积电的2倍至 2.5 倍，属于是造一片溃一片的无底洞。可以看到，英特尔即将推出的最新的 Nova Lake 平台也果断转投了台积电，并且目前被英特尔寄予厚望的英特尔 18A Rubin Fair 工艺虽然即将接近商业化，但是据报道，由于其高昂的成本，在 18A 市场后已经有一些重要客户主动撤回了订单，导致其需求远低于预期，商业化的前景存在着大大的一个问号啊。所以总结来说，即便是三星和英特尔拥有 EUV， 在5纳米以及5纳米以下更先进的工艺节点，全球除了台积电，包括英特尔和三星在内的其他公司，没有一家能够站出来宣称自己掌握成熟、高良率且可以大量出货的5纳米以下的产品。简单来说，从实际量产的角度出发，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实现5纳米的规模化量产，我们与英特尔、三星之间的差距确实可能只在小几年甚至几年之内啊。当然，有人会说了，这次 MateBook 4 搭载的麒麟 S90 处理器可能还是7纳米，并非5纳米 N+3 节点。这么说吧，事实上呢 ，S90 的晶体管密度约为100到110，其实接近三星的5纳米，较台积电5纳米大概有 20% 左右的差距。怎么说呢？由于孚华亚 DUV 光刻机使用193纳米的波长， DUV 5纳米相较于 DUV 7纳米，关键层3级宽度变化不会太大，更多是以量的堆叠，以设计优化提升为主。即便是在相同频率下，功耗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频率本身难以有一个质的提升，所以表现在具体产品上，最终的体验提升不会太大，这反而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那么看起来 S90 芯片更多是一个优化版本，在如今如此严峻的外部环境下，5纳米工艺又为何会如此重要呢？这里我和大家总结了大概3个关键点第一点，尽管 DUV 5纳米相较于 DUV 7纳米需要更为复杂的多重曝光技术，这不仅会大大增加整个工艺的复杂性、生产时间，还会导致整个晶圆制造成本会高出大概 30% 到 45% 左右。但是呢，又由于 DUV 5纳米和 EUV 5纳米本来就是2条独立线，前者却可以为后者积累大量的宝贵的经验和产业基础。如果国产5纳米能够实现 5K 产能的稳定良率的运行，那么它就能够非常好的拉动整个先进前道后道工艺以及国产设备厂商在刻蚀、离子注入、薄膜沉淀、CMP 测试、清洗、先进封装等等领域的一个经验积累。是的， DUV 5纳米等于是一个技术前哨站，可以大幅降低未来 EUV 5纳米新产能建设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未来产能爬坡的难度。可以这么说从产业协同角度， DUV 5纳米既是一个黄金跳板，也是从 DUV 到 EUV 的一个完美的练兵场。然后第二点，可以明确的说5纳米就是目前全球高端芯片制造的一个黄金节点，它在性能、功耗和成本之间几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5纳米相较于7纳米，它提供了显著的性能和能效提升，足以满足绝大多数高端应用的需求。同时相比3纳米、2纳米，动辄每片2万美元以上的一个制造成本，以及数十亿美元的起步的设计费用，包括依赖高端 EDA 工具、GA 工艺。是的， FinFET 5纳米其制造成本和设计成本仍然在可控范围内，且技术成熟度高，风险可控，足以支持绝大多数的大规模商业化量产。这对于当前中国大陆迫切需要发展的 AI 芯片产业是至关重要的。最后第3点，据估计，如果按照如今中国大陆对于5纳米芯片的实际需求如果按照保守估计每个月30万片计算，实现5纳米芯片的自主化生产和替代，那么仅5纳米芯片的全产业链价值就已经超过了 1.75 万亿人民币的一个市场规模，将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将达到 2.5 到3万个。如果算上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设备研发、材料科学、封装测试等等各个环节，这不仅会带动整个晶圆厂内部的岗位增加，更会带动整个半导体上下游的一个就业，起码会创造200到300万个高薪的就业岗位，并且是的，
还会源源不断的创造新的岗位。同时呢，其价值更是会辐射到包括 AI、5G、6G、电动车、高性能计算、机器人等等的各个领域。对于目前嗷嗷待哺的中国科技行业来说，那绝对是实现量产和商业上平衡点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今天视频就聊到这里，我想说我已经说得非常直接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还有观众们，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关注一下，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